真的要辞职？没错。就为了昨天的事？我知道，我昨天因为心烦，对你态度不是很好。可是你不需要为了这个而辞职啊。再说，如果你是清白的，更不需要走。你相信我和这件事情无关吗？我的看法你根本不需要管。最低限度，公司没有追究你，我也没有责怪你啊。公司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情，都跟我有关。你说以后公司对我还有信心吗？只要你是清白的，公司还是会重用你的。那你呢？你相信我是清白的吗？我都说了，只要你问心无愧，根本不用去理会别人的看法，更不需要辞职。可是到现在，我还是不能避嫌。你依然觉得可能出卖公司的人就是我，对不对？莫妮卡，这些日子以来，谢谢你给我很多机会，也那么重视我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可是，一次又一次发生这种事情，我自己觉得很惭愧。虽然你不计较，我也没有勇气留下来，所以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辞职。你帮了我这么久，一时之间说要走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不如这样吧，你拿假，回去冷静下来，再想想。谢谢你好意，我看不必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喂，Monica 怎么说？他叫我考虑。什么？考虑？喂，如果真的有心要留你的话呢，他就会这么做。嘿，不接受你的辞职。即使他强留我，我留下来也没有意思。喂，嘿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帮了他那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现在一有事情就拿你来开刀，这对你很不公平啊。你们别误会啊，是我自己决定要走的，不是莫妮卡叫我走的。是你？这又何苦呢？嘿，为什么啊？我都说过了，辞职是我自己决定的，跟莫妮卡没有关系。哎，我看是你人太好，替他说话吧。莫妮卡的为人怎么样，我们最清楚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这种事不用多说，大家心照不宣。哎，其实能够走也未必是坏事啊。Rachel 那个时候就是受不了 Monica 而辞职的，结果走了之后呢，不晓得混得多好啊。哎，说不定现在阿黑呢，准备去跟他做同事呢。啊，是不是啊？嘿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去帮 Rachel？不方便多说，对不起啊，算我多嘴。阿英能够到另外一间大公司做是一件好事。喂，好了好了，人家过不过去关你们什么事？去做事吧。你真的认为阿黑会出卖公司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可是你的决定已经表示了。你是指他要走，你留他？我相信阿黑要的是你表示对他的信任。其实我自己也是很矛盾。如果从朋友的立场来看，我当然相信他。但是如果站在公司的立场来看，我却不能够太过感情用事。我了解，每一次出状况都与他有关，所以在还没有查出真相前，我真的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无辜的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有其他的原因？公司里头有内奸，连阿黑他自己都不知道。这点我曾经想过，我也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。可是还没有查出真相，阿黑就要辞职。我也觉得很遗憾，希望能够早点找出真相，证明他是清白的。那万一真的查不出真相呢？我还是觉得让阿黑这样离开太可惜了。我又少了一个帮我做事的人。放心吧，我会继续查这件事情的。一旦查出真相，证明他与这件事情无关，我会找回来的。姑姑，我妈回来了。哎，去叫姑姑出来吃晚餐。姑姑，爸爸买了很多鸡腿。小平啊，快点出来吃啊，冷了不好吃的。爸爸，姑姑桌上有字条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好好的，干嘛搬出去住呢？我是为你好，免得你以为家里有贼，成天提心吊胆的。好吧，那天算我的话重了一点，我现在向你道歉，搬回来住吧。
我还不想搬回去。喂，家里少一个人很不习惯的。你至少要让我知道你现在住在哪里啊！我是你大哥，照顾你是我的责任呐。你这样一声不响的就走了，别说我心急啊，连慧慧也急着要见你啊。喂，你不给我面子，也应该给慧慧面子吧？今天晚上回来吃个饭，有什么话见面再说吧啊！再说吧，我急着上班。喂，那今天晚上。嗨。喂，等了很久啊？不久，还不到1个小时呢。对不起啊，都怪那个客人，我也等他等了1个钟头啊。那你应该事先通知我啊，免得让我等那么久。我以为很快就结束了，谁知道他这么啰嗦啊。别说了，等一下我们去哪里吃？找靠近一点的吧。吃完了我还要回家做工了。什么？你不说吃饱饭去看电影的吗？改天吧，电影几时都可以看。我这个工作今晚一定要完成的。我票都已经买了。那等一下就算我请客，就算是当做赔罪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。对了，你为什么搬出来住都没跟我说？我大哥告诉你的。你为什么又跟你大哥吵架？他情绪不好，我也不好，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了。那你也不需要搬出来住啊，免得以后见面又吵架。我看得出来你哥哥还是很关心你的。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了，好吗？喂，是，我是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明天再谈。拜拜。我们2个星期多没见了，我也不想一见面就吵架。我才没有时间跟你吵呢。总而言之，以后你无论多忙，都尽量拨点时间给我，即使是喝一杯咖啡。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现在肚子饿了，我们可以去吃了吗？哎，你回来正好，我们就准备吃饭了，一起吧。我不是回来吃饭的。啊，你吃饱了，那就喝碗汤吧。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广告给我抢，跟你无关，为什么你要辞职？你回来就问我这个啊？那你为什么要走？是不是莫妮卡不服气把你逼走的？你别胡思乱想啦，是我自己辞职的，跟莫妮卡没有关系。你不要替他说好话了，一定是他心里不服气，认定你出卖他，所以才找你来出气的。你别自以为是了，喝汤吧，猜的一点都不对。真的？是啊。那你为什么要离开？你上次回去低孔就可以看得出，你要不是非不得已，你不会随便辞职的。不为什么，不想留不就走了？快喝汤吧，这汤我熬了整个下午的。亏你说的这么轻松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一走，人家就认定是你的错，给莫妮卡发现才引咎辞职的？人家爱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情，我才懒得管呢。慧慧呀，冲好了没有？快出来吃饭啦，菜都凉了。那慧慧呢？那这个房子，那以后的生活费你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有手有脚，还怕找不到工作啊？那这样好了，你来我公司，我帮你安排一下。哎，不好不好，我要是真的过去的话，莫妮卡就认定我是出卖公司了。你刚才不是很潇洒吗？不管别人怎么想。不必要的传言少惹为妙。哥，以后家里的生活费就由我来负责吧。那又不必，你在外面住也要生活费的，负担很重的。那你分租一间房间给我喽。那就行，不过伙食费另外算啊。哥，你可真会精打细算啊。当然。喝汤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慧慧，我好想你啊。我也是啊，怎么头发湿湿的？啊，哎，快去吃干，不要着凉了。哦，快点啦。陪姑姑吃饭啊。喝吧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辞职的？蛇王说的。天生，你还跟他来往啊？没有啊，中午不小心碰到了。哎呀，这汤好烧啊！小心点。张先生，你在地保公司做了10多年，一直做到现在，还是个 A1，没升过级吗？做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要离开？因为我想改换一下环境。做了10多年，才想要换。咖啡来了。
真的是你啊！赵自强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来，喝点什么？咖啡。哎，那天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有来啊？老兄，我要开工啊，哪里走得开？哇，听说你最近很本事啊，做了老板啊？什么老板？只不过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煮炒档而已嘛。哎，那也不错啊，自己做生意，在新加坡啊，只要煮得好吃啊，一定赚钱的。生意是不错，问题就是助手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我那个助手最近有急事回马来西亚，1个星期了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我找了个 part time， 做2天停1天，你说烦不烦？我工作又忙，人手又不足，真是头痛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我来帮你，帮到你的助手回来为止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有自己工作行吗？我已经离开 Dcon 了，暂时还没找到工作。哎，我哪里请得起你？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会跟你计较薪水呢？总之啊，你不要嫌我笨手笨脚就好了。只要你不怕辛苦，我求之不得。哎，那就不用多说了。明天呢，我会来上班，做到你的助手回来为止。好，一言为定。OK。蛇王呢？有什么事呢？叫他送去给 Media 的东西，拖了整个礼拜都没送去，他人跑到哪里去了？不用说，又吃蛇去了。有没有搞错？害我给人家骂了一顿。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啦，所以我说啊，他的名字取得一点都没错。朱天生，反过来不就是天生的猪嘛？在这里。哎，谁的 storyboard 放在我的 in tray 里头？啊？谁的？不是我的。没有人的，我丢掉了哈。进，快下。在哪里捡到的？不知道谁放在我的 in tray 的。是我放的，那天我在复印机前捡到的。阿嫂，到我房间来，我是垃圾要清。阿嫂，刚才说这是你捡到的，你可不可以说一次在哪里捡到的？我是在复印机前捡到的，我就知道是你们不小心漏掉的，怎样？是不是很重要的啊？那当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谁在复印？没有啊。哎，不过那天我从厕所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周先生匆匆忙忙的走开。朱天生。那个蛇王也太过分了！平时看他上班的时候迟到早退，现在还暗地里出卖公司。如果对他有利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做？可是他把消息卖给 Rachel， 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也许他想讨好 Rachel， 想借机立功加入 Rachel 的公司。最近他为了奖励金的事头翻脸了，这次无论是为公为私，他都很可能想为自己争口气。他以为他这样子做 ，Rachel 就会信任他，把他拉过去。如果真的这样子想的话，真的天生是人头猪脑。Rachel 这样聪明，怎么会拉一个曾经出卖自己公司的人？可惜他不会这么想。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告诉周婶，不行。虽然他嫌疑很大，可是没有证据，还是不能够确定他一定是内奸。你不是说那个阿嫂？阿嫂只是看见他迟走，并不代表他就是复印文件的人。那要不是天生，又会是谁呢？好好帮我保管这文件。我会的，你赶快去吧，要不然迟到了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莫妮卡这么早就走了？是啊，她去接飞机。哦，有什么大客户要来吗？是吗？是谁呀？那干嘛那么八卦？做事吧。哎，反正老板都走了，要不要一块去看电影？好啊，反正我很久没看电影，让我把这个放好。兄弟，要不要一块去？不然还要回家煮饭呢。朱先生，少见哦。全部人都走光了，你还不舍得走？先把手上的工作做完，免得让你们说我吃蛇。别管他，我们先走，拜拜。拜拜。完了没有？莫妮卡，这是我交给君的机密文件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是君叫我做的。
你还要狡辩？上次出卖公司的人就是你，你偷了阿黑的资料给了 Rachel， 对不对？不，你误会我了，这是 Jane 叫我印的。真的吗 ？Jane， 真的是我叫你做的吗 ？Get out！ 要不然我马上报警。莫妮卡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啊。 Get out！ 3块钱。好，菜来了，总共10块钱。啊，谢谢。小姐，要吃点什么？是你。什么？原来是朱天生啊！我真的没有想到。不过也是我自己太大意了，手持乱放，才让他有机可乘的。别这么说，如果他有心要偷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可是我的妹妹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算了，其实这次根本是天生要讨好 Rachel， 自己送上门给资料。换成是我，有人要提供内幕消息，我也不会拒绝。阿英，其实今天我来找你，不只是要告诉你这些，也不是要追究什么责任。我的目的是，莫妮卡，我相信你大概也猜到一些。我希望你再回去 Deacon。其实公司有没有我都不要紧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那你要考虑什么呢？既然现在已经真相大白，也证明你跟这件事情无关。要是真相没有查出来，你是不是还会来找我？我承认，如果说当天对你一点怀疑都没有，那是骗人的。我没有怪你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换着是我也会怀疑。我知道你怪我对你不够信任，我向你道歉。你会考虑回去吗？莫妮卡，其实我不回去，并不是因为你，而是我自己。为什么？自从离开公司之后，就让我有机会反思，让我重新看清楚我自己。这10多年来，我在Deacon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在未来10多年，我又能做什么？我开始问我自己：如果我当初继续留在Deacon的话，这种环境、这种工作，到底适不适合我？莫妮卡，要是我回去的话，不是恢复了以前的日子了吗？不，我答应你，你回去后我一定帮你争取，让你在年底前当 AM。谢谢你的好意，现在的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。我现在倒想做一些跟广告完全不一样的事情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再考虑一下，决定后我随时欢迎你回来。好吧，谢谢你，我要回去做事。哦，你忙你的，我们再联络。谢谢。如果一切发展顺利啊，我们就可以打进南美市场了。你辛苦了，来，你多吃点。哎，够了够了，谢谢你。干嘛？傻乎乎的望着我？你呀，一定是忙坏了，才走开一阵子。你看，瘦了许多了。可是我很健康，也很开心啊。做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亲身去尝试，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去到哪里。就像这一次，临走前，我对自己也是没有信心的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决心呢是可以克服一切的。这也证明了我没有看错人，你的确有那能力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自从你加入我的公司以后，你的确帮了我很多。每一次我看到你奔波劳累，我真的很心疼的。什么话？这是我应该做的吗？有一句话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希望，你不止在工作上，也是我生活上最好的伙伴。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让我陪你度过。燕玲，你嫁给我好吗？也许我现在提出来是有点突然，如果你需要时间考虑的话，也许你需要多一点时间考虑的话，我是可以等的。
Jason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我也不是不喜欢你。难道你连一次机会也不给我吗？不是我不给，是我不敢，包括我自己。当初我离开永兴，并不是永兴不好，而是结婚几年后，我每天都在煮饭、烧菜、洗衣、看孩子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。对着镜子，我发现自己也是一个不修边幅的黄脸婆。当时我问自己，这就是我要的人生吗？我马上就有一种冲出牢笼的冲动。这将是2种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我不要求你走入厨房的。Jason， 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和事业，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时候又谈结婚的事。就算我们结了婚，我也不会要求你改变你现在的生活方式的。当初我离开家庭，选择过独立的生活，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的。对不起。你何必道歉呢？我尊重你的决定。也许你像笼子里面的小鸟，被困得太久，一旦飞出去就热得不想回去了。其实像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有空可以聊聊天，吃吃饭。对，这也是一种生活情趣啊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想再飞回去笼子里面的话，记得要把机会留给我哦。吃，来。慧慧还没下课吗？就快出来了，你再等一会儿吧。走。你已经离开Dicon了。谁跟你说的？我打电话到公司去找你，他们说你已经辞职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突然间辞职呢？会很突然吗？你以前不是常说做得不开心就离开吗？是，我是这么说过，可是你都已经做了10几年了，以你的性格，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，你是不会离开的。找到工作了没有？目前在帮一个老同学。那经济上有没有问题啊？你放心吧，我还有工作，小平的收入也不错，经济应该没有问题的。如果经济有问题的话，今晚来找我。今天你打算带慧慧去哪里玩？我想带她去新开的雪宫啊，听说很好玩呢。她知道了一定很高兴的，她吵了我好几次，我都没有时间带她去玩。爸爸，爸爸！慧慧，上课有没有乖？慧慧，怎么了？妈妈带你去玩啊？是啊，慧慧，妈妈前几个星期都很忙，没有时间陪你，今天特地来带你去玩的。哎，慧慧乖，妈妈带你去吃东西了。妈妈带你去吃汉堡包、冰淇淋，还有芒果蛋糕。我不要，不要吃。慧慧啊，你不是很喜欢玩雪的吗？妈妈要带你去雪宫啊。爸爸，你去不去？爸爸要做工，不能跟你一起去。我不要，我要爸爸去。慧慧，你乖啊！哎，今天晚上爸爸在强叔那边打包炸虾给你吃，来，跟妈妈一起去。来，妈妈牵你。慧慧乖啊，来，妈妈带你去啊，带你去。走吧啊。啊，吃完了晚饭我才送她回家。哎，慧慧怎么了？不是说好跟妈妈出去的吗？是啊，妈妈在等你啊，快上车吧啊！不要。那你再不快点啊，雪宫就要关门了，你到底要不要去啊？走啊！来，上车了。乖。乖啊！今晚爸爸等你回来啊！没事吧？没什么，只是慧慧玩得那么开心，笑得那么灿烂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既然他玩得那么开心，那你为什么还闷闷不乐呢？你知道吗？我离开他那年，他才4岁。我走的时候，他哭得很伤心，硬拉着我不肯放。可是，我
把他轻轻一推，心肠一硬，就没有留下来了。我知道他很需要我，他很想跟我在一起，我也知道我应该多陪陪他，可是我还是走了。当年我只是一心想要去做我想要做的事，我太自私了。你也别太过自责了，毕竟孩子还小嘛。他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不在他身边。现在想要弥补，已经是太迟了。小孩子呢是很容易融化的，何况你是他妈妈，只要你多花点时间来陪陪他，母子间的感情是很容易培养出来的。慧慧，你回来了，哇，妈妈买的好漂亮啊！有没有说谢谢？算了，孩子开心就好。玩了一整天，今天晚餐吃什么？啊？刚才要带他去吃，他却硬说要回来家里吃。对呀，他喜欢吃我煮的东西。这样好不好？爸爸煮寿汤丸，还有这个猪肉扒给你吃。我喜欢。你去冲凉，冲好凉出来就有得吃了啊。乖。这孩子真是的。你也留下来吃饭吧。哦，不必了 ，Jason 还在楼下等我。我送你。其实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想接慧慧回去我家住几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接她回去住几天？我希望有多一点时间跟慧慧相处。不行，要接她回去住几天，我不答应。为什么？你每次来接她出去玩，不是相处了吗？我觉得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。你每次来接她，她都不肯跟你去。更何况这一次要跟你住几天。今天我在雪宫，我看见他玩得很开心，我相信我们的关系是可以改善的。你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个念头？为什么？她是我女儿啊，我不希望她以后长大了还那么讨厌我。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这么想呢？原来你是有计划的，你好阴险！你在说什么？慧慧小的时候，你双手一推，一走了之，什么都不管。现在她长大了，你想亲近她，想改善你们的关系，原来你早就有计划想抢走慧慧的。你说到哪去了？你不要再否认了。你今天一直在问我工作的情况，原来你是别有居心的。我有什么居心啊？我只不过在关心你而已啊。你是关心你自己。你知道现在我辞职了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你就趁这个机会想抢走慧慧。随便你怎么想，女儿我也有份。就算我真的要抢回去，也是天公地道。你看，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，你还否认？你根本无理取闹。你休想！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慧慧的。我有心要抢，也不见得会输。哥，怎么了？你们吵架？他上来干什么？我去煮饭。有什么东西比工作事业来的更快？哦 ，Thank you。我的老婆啊，回来跟我抢女儿。那个离了婚的老婆？都已经离开4年了，这时候才回来跟我抢女儿。那不是好了，他要就给他嘛。一个大男人带着小孩子按手来讲的。你们女人啊，都是冷血动物。喂，又不是我跟你抢女儿，你干嘛这样讲我啊？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我就是同情你，我才这样跟你说的。你都照顾你女儿4年了，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的。现在有你老婆接手，不是好吗？她懂得照顾慧慧吗？
慧慧喜欢吃什么，喜欢喝什么，怕什么，喜欢什么，她知道吗？她以为照顾慧慧啊，就是给她吃给她穿，她就会很开心。那这么说，你是不会放弃你女儿的啦？当然，要是她真的疼慧慧的话，当年就不应该一走了之，丢下她不管。都这么多年，可能她已经开始后悔了呢。她后悔就回来跟我抢女儿，她想得美。我是不会让她得逞的。对不起，娟，我是不是很霸道，很不讲理？嗯哼，我只是没想到你女儿在你心目中是那么重要的。她妈妈要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是多么的痛苦。是慧慧弥补了这一切。从此以后，看着她长大就是我唯一的希望。慧慧小的时候特别爱哭，很难照顾。尤其是她妈妈离开的时候，她几乎每个晚上都哭，哭到声音都哑了，连奶都不喝。我是多么的痛心。我每个晚上都陪在她身边，直到她睡着。要是她睡醒，发现我不在她身旁，她又被吓哭。为了这个女儿，我什么都去学，学做家务，学照顾孩子。白天还要工作，晚上就回来扮演妈妈的角色。而她妈妈，她到底有没有尽到做妈妈的责任？现在慧慧长大了，她才后悔，要回来多陪陪她。不行。我是不会让任何人随随便便把慧慧抢走的，即使是她妈妈，我也不会。这么说，这场官司我赢定了？不，我是说你赢的机会相当大，不过在法律上，我也不能完全排除你前妻胜出的可能。我女儿是我一手养大的，因为对方毕竟是女儿的亲生母亲，母爱是公认最伟大的、最不能替代的。要是你的前妻能设法向法官求情，表示她过去所做出的一切感到后悔，现在要做出补偿，她又能够证明她比你更有能力、更有条件去抚养女儿的话，让她在一个比你更理想的环境中长大。虽然成数很低，但是她还是有机会胜出的。那如果我找到一份全职工作，是不是说我能打赢这场官司呢？帮助也比较大，成数也比较高，但这不代表绝对的胜出。杰森，打扰你了。永兴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找叶玲吗？她刚走开呢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有什么事呢？是关于慧慧。叶玲有没有跟你提起，她想跟我争慧慧抚养权的问题？杰森，我想很快的，你跟叶玲就有你们的家，甚至你们的孩子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是说，你们什么都比我强，而我就有这么一个女儿，请你求求她，不要跟我争好吗？这是叶玲的事，我不是很了解的。这关系到你们将来的生活的，只要你肯劝她，她一定会考虑你的感受的。好了，你说够了没有？叶玲，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事，我们慢慢谈。这关 Jason 什么事啊？你何必哭丧着脸来求他呢？要不是你逼我，我需要这么做吗？如果我想争取慧慧的抚养权，你以为 Jason 就可以劝得了我吗？你就是这么窝囊，遇事退缩，委曲求全。我只不过不想劳命伤财，等到事情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才来求他，这样有错吗？求一个外人能够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吗？你跟杰森的关系是外人吗？关系？什么关系啊？你知道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想知道。如果连协谈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，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。当然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管不着。这还用说吗？你做事情从来没有考虑到别人，你自私自利，才会搞到今天这种局面。这种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。你爱怎么讽刺我都没关系。对慧慧我是尽了责任的，你呢？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了，现在回来既然想要她，你配吗？配不配就让法官去决定。你等着收律师信吧。叶玲，叶玲。小公主到处找，到处跑，都走不出森林。狠毒的巫婆，为了怕小公主逃走，就派了豺狼、毒蛇、鳄鱼来盯着她。
小公主一时心急，就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。她一面哭一面说：“亲爱的父王，快来救我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到处乱跑了，快来救我啊！”此时在王宫的国王，好像听见小公主的声音，也忍不住地说：“亲爱的小公主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”睡的。后来小公主会不会被巫婆抓走？不会的，有国王在，那个巫婆绝对抢不走小公主的。喂，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什么？看画？哎，好。我送我女儿上学之后，我马上来。啊，我这个地方还不错吧？老师啊，我真佩服你啊，一个人管整个画廊。哎，别说了，我本来有一个助手，他最近辞职走掉了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哎，平时要送货进货的，想多花点时间画画都不行啊。来，为什么不另外找一个人帮忙呢？我这小生意给的薪水又不高，谁肯来做呢？还好有我女儿在，她有时候会帮我送点货。哇，那怎么不干脆叫她来帮忙？她，我哪儿请得起她？她在大公司里做，偶尔在吃饭的时候，她会来帮帮我，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哎，说曹操就到啊！哎，莫妮卡，哎，爸。哦，啊，原来你们两个是认识的。我们以前是同事，而且啊，他还是我的主管。对对对，你们都在广告公司里工作。哎呀，我这个老糊涂，怎么连这点都想不到呢？这样我真想啊，真的没想到你竟然是我爸的学生。我也没想到，真的那么巧。不好意思啊，还是陪我去送货。哈哈，没什么，反正我也闲着，顺便嘛。听啊，当初真的不应该怀疑你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Deacon 的同事还是很想念你的，如果你想回去的话。谢谢你的好意。其实到现在，我对我的决定都没有后悔过。可是你现在不需要一份稳定全职的工作吗？啊，你跟慧慧的事真的告诉我了。你的前妻真的要跟你争慧慧的抚养权啊？他叫我等他的律师信。那你自己找律师谈过了没有？谈过了，律师说我胜出的机会很高。既然是这样，你还心烦什么？话虽然这么说，就算他有1%胜出的机会，我还是不放心的。慧慧是我一手带大的，现在他请了一个律师来帮他辩护，我就双手把慧慧奉还给他，这绝对不可能的，这对慧慧和我都很不公平。你看你，上次你辞职丢了工作，都不见你这么苦恼。你说的没错，为了慧慧，叫我放弃一切，做牛做马来照顾她，我都愿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能失去她。你的律师信我已经收到了。那你还有什么要谈的吗？我们真的需要走到这种地步吗？就算上了法庭，也不是1年半载就可以解决的。我有的是时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，我们的女儿会再次受到伤害的？你离开那几年，我是怎么费尽心思去安抚她受伤的心灵？我相信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感受到。不要以为她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其实她也有感觉的。我真的不忍心看到她再次受到伤害。难道我就忍心看到她受到伤害？这出悲剧是你逼我演。什么？我逼你？我怎么逼你呀？
我只不过说想接孩子回去陪我住几天，你就小题大做，大吵大闹。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啊？最近工作没那么忙，我只是想抽一点时间陪孩子，让他回去跟我住几天，就这么想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你还要多复杂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找律师呢？谢谢。要不是你蛮不讲理，那天上来跟我大吵大闹，我这笔律师费还可以省下来。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对自己没有信心就好，为什么对我也没有信心呢？我知道，慧慧是你一手抚养长大，她对你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也知道，当初我的离开是我的不对，我现在只是想做出一点补偿，抽一点时间来陪她。难道你以为我真的会跟你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？真的。你以为我真的那么自私吗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带孩子回去住啊？真的是住几天？需不需要我请个律师签字证明，你才会放心啊？那倒不必。你决定什么时候？就明天吧。什么？这么快啊？反正现在是学校假期，我又不是那么忙，这是最好的时间。好吧，明天就明天。爸爸，明天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有没有动物？有没有海？明天你到了那里，你就会知道了。那哥哥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去？姑姑要上班，不能跟我们一起去。那你呢？慧慧啊，不要问那么多了。明天你要早起，早点睡，不然你爬不起来的。哦。明天爸爸要带我们去玩，你说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爸爸，我们等谁？慧慧。哎，慧慧乖，妈妈带你去海边住几天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去。来，上车了。慧慧，乖啊，听话，可以打电话给爸爸的。快点上车了啊！慧慧乖啊！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他的。只是住几天就回来了啊！我才要爸爸，爸爸骗我！爸爸骗我！讨厌爸爸，爸爸骗我！也许我不应该再漠视我们之间红色距离，也许我不应该再假装我没看见你紫色的忧郁，想着想着心一点点破碎，你心里在想着谁？你眼里的内疚，你的心绪如何面对？假如说两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，你选择谁？假如说两个人都为你流下眼泪，你安慰谁？爱情里不存在对错是非，淡了就褪色枯萎。我只是不愿意再梦到你，让它